他是三国时期最具城府的人物，通过非同常人的隐忍，使曹操的毕生努力化为乌有，更是通过狠毒冷酷的手段，发动了7000多人规模的大清洗，成为了之后西晋的灾祸根源。本期视频就来了解司马懿背后的暗黑传奇，他的狠毒权谋如何影响了后世千秋。司马懿，字仲达，公元179年出生于河内郡温县萧井里，也就是现今的河南省温县人。其元祖从远古时期至商朝，一直袭承下官职位，周朝时期将下官改称司马。在汉朝时期，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均官至征西将军，曾祖父司马亮则官至豫章太守，他的祖父司马俊官至颍川太守，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，并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大臣。司马懿因此出生于显赫的氏族家庭，这种家族背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声望，间接提升了司马懿的知名度。而且司马懿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下，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军事才能，在年少时期就已受到周围人的赞誉。公元201年，正任司空的曹操准备征辟22岁的司马懿到府中任职，但是司马懿并不愿意屈节在曹操手下，便假装生病，拒绝了曹操的第一次征召。至于拒绝曹操的原因，史书并未明确记载。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曹操虽然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，表面看似风头正劲，但其统治实际并不稳固，因为袁家兄弟还占据着富饶的地域，有着雄厚的根基。司马懿很有可能认为此时加入曹操阵营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公元208年，曹操自立为丞相，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，他需要更多的人才协助，于是再次征召司马懿。但与第一次不同的是，曹操这次采取了强制手段，他给传达征辟命令的使者下达了一个额外的命令，若复盘桓，便收之。意思是说，如果司马懿还是和以前一样躺在床上装病，就立即将他抓捕。司马懿因为过于害怕，才同意征召。经过之后的相处共事，曹操渐渐发现司马懿有狼顾之相，比喻其总有四处观望的行为，意指司马懿谨慎多疑，心怀不轨。所以这时的曹操已有杀心，只是碍于儿子曹丕和司马懿的关系不错，总是处处维护，司马懿这才躲过杀手。此后为了消除曹操的戒心，工作起来则是更加的废寝忘食，而这样的状态则是持续了8年之久。得到曹操的信任后，司马懿确实为曹魏集团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比如亲自率军平定辽东的公孙渊叛乱，成功将辽东地区重新纳入曹魏的版图，并稳定了当地的局势。后来蜀汉多次发动北伐，试图夺取中原，司马懿作为曹魏的重要将领，多次成功抵御了蜀汉的进攻，保卫了曹魏的领土和人民，为曹魏政权的存续立下了诸多功劳。包括在曹魏政权的内部，司马懿也发挥了重要的辅政作用，他参与决策国家大事，为曹魏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，同时积极平定内部的叛乱和动荡，维护了曹魏政权的稳定和统一。他还特别注重选拔和培养人才，为曹魏政权的发展奠定基础。但是才华横溢的司马懿在政治方面却也隐藏着极其狠毒的一面。曹魏政权自建立之初就与世家大族存在着妥协与斗争，曹操时期对世家大族的打击政策引发了他们的强烈不满。到了曹丕时期，为了篡夺汉王朝的法统，又不得不向世家大族妥协，并且让渡了大量政治权力，从而使得曹魏皇权被严重削弱，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壮大。而司马懿作为世家大族的一员，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局势的影响，从而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。到了魏明帝曹睿掌权时期，曹爽作为曹魏宗室的重要成员，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，因此曹睿在病危时，曹爽与司马懿被共同任命为托孤大臣。但是曹爽在此之后开始通过排挤司马懿、架空其权力以及进行政治改革等手段，试图独揽大权，使得司马懿感受到了来自曹爽的巨大威胁。不过司马懿是个极具隐忍和智谋的人物，他面对曹爽的排挤和威胁，隐忍不发，一忍就是10年之久。但是这种隐忍并非因为害怕，而是为了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。根据晋书的记载，
司马懿在暗中通过儿子司马师在民间秘密豢养了3000死士，这些死士平日被分散在民间，过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，目的是避免引起曹爽的注意，到了关键时刻则会聚集起来为司马懿效力。如果死士在行事当中不幸遇难，他们的家人会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金，这就确保了死士对司马懿的忠心，也成为了司马懿日后成功政变的关键力量。在所有人看来，没有人能够装模作样10几年，所以曹爽对司马懿的戒备早已放松。结果在陪同魏帝扫墓之际，被司马懿抓住城内空虚的机会，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高平陵政变。魏帝自此成为了名义上的统治者，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司马懿手中。成功政变后，司马懿开始通过诬陷、暗杀、收买等手段排除了许多竞争对手，而首要目标就是清除以曹爽为首的政敌势力。于是诛杀了曹爽及其3族，其中包括曹爽的直系和旁系亲属，除此之外还有曹爽的亲信党羽。司马懿还对曹魏宗室进行了广泛的清洗，这一行动意在根除任何可能的威胁，同时也是为了确保自己死后政权能够稳定地传承给子孙后代。据一些史料记载，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杀了曹氏宗族及其亲信党羽将近7000人，这种手段无疑显示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狠毒和冷酷。可是司马懿虽然政变成功，但是他的种种行为却也成为了后来西晋灾祸的根源。首先，司马懿的政变行为被视为对皇室的背叛，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准则。其次就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，导致大量政治精英和官员被替换或消失，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，而这种不稳定性就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动荡和权力斗争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构成了严重威胁。而且大规模的清洗还伴随着许多冤杀，这就破坏了社会的公正性。当人们看到无辜者受到迫害，就会对政权产生怀疑和不信任，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。其三，清洗行动还使众多官员人人自危，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。官员在这种氛围之下更加的保守和谨慎，甚至为了自保不敢积极作为，从而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决策质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政治操作和权力巩固措施的影响并非一时，而是为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。虽然2场动荡与司马懿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如果追溯其根源，这与司马懿的专制统治无法脱离。让人唏嘘不已的是，当年曹操费尽心思征辟司马懿，本想靠其才智壮大曹魏集团，却没想到所有的一切最终成为了自己手下的嫁衣。也许司马懿在迫害曹氏宗族时，曹老板的棺材板已经哐哐直响，悔恨当年没有将其杀掉。但是如果没有司马懿的才智，蜀汉的北伐可能早已成功。